翻滚转 Tempo Turn 是华尔兹里的金牌动作，但也有用于胡步舞和 Tango。翻滚转是一种连接步，通常连接到一种造型舞步，比如双分点地。翻滚转是难度较高的舞步，我们先来看看吴洪博、陆婉莹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这个翻滚步 Tempo Turn，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Tempo Turn 这个动作，翻滚转，或者有的地方叫什么？有的地方叫每个地方叫的不一样。我一跳大家就明白什么动作。我一跳就大家明白。从这里开始，我示范一下，从这个地方，这个这儿啊，预备 3 1 and 2 and 3， 然后双，这是接双步点地之前那个动作，大家平常经常跳的衔接双步点地之前那个动作，我往镜头那边跳。2 3 1 and 2 and 3， 啊，变成了腰胯是直的，这里没摆荡，然后肩膀、胸和后背肋骨，然后就上身再产生这样的动作，所以你高也抛不起来，翻也翻不过去，翻滚步嘛，翻也翻不过去。所以我们这个你不要用字面意义去理解，你要用到正确的方法。所以你应该更多的是把左边的这个腿、胯位、腰这个，因为摆荡不就是用到这些部位吗？用到你的这些部位，把它送出去。当你送的越多的时候，你的能量就会越远、越高、越长。那这个时候，你再通过重心带动，就有一个效果，就是大家想象当中的翻滚步或者是高抛的。我做个正确的示范，大家看啊 ，1 and， 大家看到了？我在哪里？看我的手举起来。看王老师的中段。在这里。中段，对，胯位，把你的腰送到重心上。现在左脚重心准备出去了，对不对？你把腰胯送到重心上，送到重心上，然后两脚交叉。这时候你看我上身还没动，已经自然有倾斜了，已经自然有一个角度了。倾斜是把摆荡继续升华了，所以我在用我的后背产生倾斜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这个动作。明白什么意思吗，朋友们？所以你在跳的时候，可能我走得太远了，可能跳太远，人比较小了，所以大家将就看。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就可以了。你下次在跳的时候，你去尝试一下。所以很多动作其实都是这样，你的摆荡力要先释放出来，别咔上来就倾斜，别用肋骨，别上来就用胸，先这儿。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这儿。控制住你的两个手臂和肩膀，尽量别动。所以你看，你用到你的中段、胯位和腿，产生了左右摆荡。其实你看上身不自觉的就会动，只不过呢是因为下身带动的，而不是上身主动的。你看不是这样，所以这里的能量多一点。把腿胯，看很明显的，我的现在腿，我左腿送出去了，看左脚在这儿，但胯位还在右腿上，重心腿上，把大腿、胯位、中心，那天我们说中心点送到腿上，把这个能量送出去，然后胸脊椎、脊椎追上，到了那个中心的时候，你看你的重心是完全非常好的踩在这个脚上的，再通过后背，最后的后背当倾斜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升华，交叉，最后产生铁转。就好比如说natural turn 也是 natural turn， 1， 腿送出去，中段的摆荡，脊柱追上，腿送出去，中段的摆荡，脊柱追上，后背来帮助动作升华，产生这样的倾斜。and 3， 放下膝盖，再跳我的 running speed。随便你跳什么，只要你能用上腿、中段、腰，你一定能把动作摆荡得很漂亮，不是倾斜得很漂亮。大家记住啊！当然，造型当中没有摆荡的时候，你可以用后背产生，比如说我们跳造型双步点地啊、同脚肩部啊、箭步造型或什么什么动作，一切的造型动作没有摆荡的时候。单独的去做造型里面单独的去做倾斜，漂亮，非常好。比如说我给大家做几个造型，大家看，来落下来，
如说我们在跳的时候，我们在跳一些造型动作的时候，你看没有摆荡，我们上了重心，放下了重心，我们就直接产生倾斜，直接通过后背、胸、脖子和头产生倾斜，或者是反过来换别的动作，比如同脚箭步。或者冲浪，所以没有摆荡动作，你直接去做后背、胸椎、脖子和头直接产生的倾斜是好看的、漂亮的。但是如果流动性动作，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什么翻滚转 tempo turn， 或者是 natural turn 右转步 running spin 或者什么快分式左转一系列的动作，只要它是流动性动作，就是带有摆荡的，如果你不用中段，只用你的上身，那跳起来会很难看的。女士其实也是一样，像刚刚我儿讲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通过你的中心中段这个能量，去形成你的上身的一个那个倾斜，然后你在走的时候，哎，我在哪个地方？在这。你看出镜了吗？在这对吧？可以。你在这一步上去的时候，第一步在第二步的时候，一定要通过刚刚像我儿讲的这一步也是一样，你的中心这一块的能量要送上去，千万不要想着身体先走。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做后面交叉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能站稳。所以在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像刚刚我讲的中段的能量去进行你的摆荡、你的转动。就在这个时候用这一块送上去了以后，到交叉位置出镜了吗？没出镜，对吗？然后在这个位置，当你到交叉位置了以后，通过上身的转换，从左转换到右，转换到右了以后，把你右侧的一个脚拖到后面来进行撇转和下。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这里，从这里开始，然后推到高位，我再做一遍，出镜了吗？对吧？第一步，然后在第二步是通过中段能量推到高点，然后形成一个交叉的位置，从左侧转换到右侧，从我来偏分。我们两个人贴位做一遍给大家看一下。对，这样我们俩因为地方有限，我还是这样吧，为了让大家，因为我很在乎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为大家把3个角度都跳一遍，好不好？3个角度，一个是正对手机的角度，一个是两侧的，因为背后那个角度没必要跳，像搭架型一样，就这3个角度我都跳一遍，大家去看。场地有限啊，我尽量跳，尽量把这个正常的幅度给大家做出来。我的眼睛都看不见。你得离远一点，先这样，先对着屏幕跳，好吧？先对着屏幕跳。这样跳之前我不用。1 and 2 3。我们再换个角度。1 2 3。最后一个角度啊。一般这个动作之后就可以，比如说接一些造双点地啊，或接幻象步啊，或什么都可以。冲浪步之类的。对，冲浪步什么都可以，大家自己去可以衔接。大家在学舞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种体会，在初步掌握了一种舞步单人动作后，一到双人配合，就会遇到种种问题。马艳艳老师有着极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她的教学视频都是围绕着一些具体问题展开，非常适合大家通过线上学习来纠正舞蹈中的错误。下面是马艳艳老师讲解翻滚转常见的错误以及正确的方法。肯定也很多同学都有练习翻滚转，对不对？应该所有同学都有这个动作了。然后也肯定很多同学有听很多老师去讲翻滚转。我先讲第一点，男生的第一点，我们翻滚转是从哪里过来的？是不是？比如前面我想看什么步伐进入翻滚转哈，比如 bounce follow away， 1 and 2 3。
one and，OK， 从bounce follow A 进入翻滚转，反正很多动作都可以进入翻滚转，是不是都是从这里翻滚转这里开始的 ？OK， 但是很多男生，我先从起始位置给男生说哈，基本上所有男生都是我看到的，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很多男生都在这里。很多男生从前面那个步伐结束位都在这里，其实给到女生的信号是非常不明确的。女生是要进入一条直线前进，男生只有关注男生的左腿必须贴住女生的右腿外侧，女生才知道下一步我要往哪里走。别小看这么一点点联系，摩登舞其实就是双人的联系，双人比如身体的联系的位置，腿与腿，比如大架形，右腿左腿关注腿与腿的联系，比如击剑步，腿与腿的联系，这所有动作，摩登舞双人最重要的就是下盘的联系，而不是，但是大多数成人注意力都会在上身的联系，下盘是空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既然讲到这儿腿与腿的联系，我给大家说一下预备步。哇，百试百知道，男生的预备步多少同学？我们正面看预备步，1、2、3，外八4，收回来外八5、6，多少男生是看得到李老师的脚吗？左脚，多少男生是外八出去的？那女生下一步走的线路，就可以在你男生外八出去的这个位置，任何一个位置去前进，不后退，看明白了吗？那这样就是不是就错了？而我们女生正常要移动的位置，男生是要把脚尖关回来预备步，男生脚尖关回来，把膝盖扣住，左脚的膝盖是要扣住女生的右脚，相当于女生右脚往哪里后退，是你们男生说了算的。能看明白这一点吗？我为什么要把这一点插播到这个里面来？我为什么要把这一点插播到这个里面来？因为就是脚下的联系的问题，太多同学都做错了，我又要嘴瓢了。太多同学都做错了，我基本上我上大课小课，所有男生我都要调整这个问题。你在一外开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作为女生我下一步要往哪里去，我到底是往左脚的方向去还是往你右脚的方向去，你两个方向。而正常我需要你男生这个左脚关回来告诉我下一步要往哪里去。看明白了吗？看明白的同学给我扣波1，看明白的同学一起给我扣波1，我要确定你们都看到了，因为这一点联系对于摩登舞双人贴在一起，身位贴在一起非常非常重要，200%的重要哈。好的，那所以到我们的这个翻滚转，第一步也一样的，看到吗？男生是要把女生扣住的，如果男生外开，女生也可以外开，那你们下一步怎么移动？我从这个面再给你们看，这个面就这个面 ，OK。如果男生外开，女生也外开，大家看，我们女生让一下，女生脚的宽度的位置，你怎么都不可能比你脚的长度的位置宽，对吗？那你如果是外开的位置移动，你只能让一下，最大限度只在这儿。但是如果你是直线，你最大限度还可以继续。所以男生这个时候你就要控制你女生的方向，让女生把脚直线去走。所以这个第一步，这个点看明白的同学看明白了吗？明白的同学给我扣波1，看明白了哈。而这一步不仅仅只是针对这个叫什么来着？翻滚转。我们从这个位置出去好多步法的嘛，对不对？我们从这个位置出去，双分点地是不是也是从这个位置出去？还有多少步法？我现在已经一下子想不出来，太多了。所有从这个重量这个位置出去的，男生左脚重心，然后准备后退右脚，女生右脚重心准备前进左脚，这个位置全部都一样，举1反3。所有同学给我在公屏上面打一个举1反3，谢谢，给我扣一个举1反3，谢谢。大家在练习的时候，翻滚转从第一步的脚法位置就已经开始了，然后 OK，
紧接着翻滚转，我记得那天我在成都上小课的时候，就有同学，老师我如何把它翻滚起来？翻滚起来。虽然它叫翻滚转，但是这个翻滚转，你要翻滚，你是不是只有步伐相对要小一点才能翻滚起来？但是我看到很多同学在这个步伐还在拼命的想着移动，你只要一移动，你就不可能有过大的翻滚，对吧？当然你可以看到，比如像欧洲很多选手，像我们职业的，包括我们国内很多专业的选手，他的移动很大，他是因为在正确的方式基础上，然后有了这个能力，才能在移动过程中，他不会改变这个正确的运行方式。所以大家首先要用正确的运行的方式来做，不要先拼命的去抄别人的移动，不要先拼命的去想着别人移动这么大，我也要移动大。大家看一下，很多同学的移动大，我们都没办法跳过去。你移动大哈 ，and 1 2 and 我都没办法过来，我直接就会被他给甩飞。因为男生注意力在想我要移动，而这个地方男生的注意力应该是想的是我要送女生摆荡，我要送女生，让女生通过我，因为女生在外圈，我不能想着我一个人去把所有移动做完，而是我们要做成双人的配合。那翻滚转它是不是最后有一个字儿，它是转，它只要产生转就有两个人的配合，内外圈，内外圈就一定会有步伐大和小。那在翻滚转里面，男生是不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到第四步，你们男生是不是全在内圈？那你们男生全在内圈的时候，你要做到的是我如何让女生可以通过去，然后我再随着女生可以达到的动力，我再去跟随上去，产生两个人共同的移动，而不是我就想着移动，你女生就来追吧，女生是追不上去的。反过来，你做女生步伐，你也过不去。所以说男生一定要，首先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翻滚转它不是移动的步伐，它真的就是翻滚的步伐。那翻滚的步伐你们就要在这个转上面又得把它给用正确的内外圈来配合出来。所以男生步伐相对要小一点，然后让女生通过去，然后在正确的这种方式上面，我们再一起把步伐放大就行了。 OK， 这是第一个概念，男生不能只想着冲哈，男生要想着让女生通过去。那第二点，我们如何让女生通过去，对不对？如何让女生通过去？第一步脚下 OK 关注了，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第二步男生是不是在内圈？如果你们男生很多男生啊，这又是我看到的，很多男生到第二步的时候，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不管女生，直接自己移动。你们在内圈的这个，你们想一下，回忆一下我们的右转步，所有同学，右转我们的男伴是如何要求女生做后退的第二步的？如何要求女生做后退的第二步？来，我们做一个右转步。我从这个位置，就从这边吧。大家所有同学看着，我们男生在右转步是不是也有转 ？OK， 如果女生第二步，看着李老师比我高这么多，她的腿也这么长，她正常来说，我说我再大步你都应该过得去吧？但是我哪怕我就算这样，看到了吗？李老师他是过不来的，他是没办法到我的这边来的。为什么？因为我过早把重心交代到右脚重心，所以我第一步后退完了之后，我想让他过去，我只能在第二步的时候把右脚指开，但是重心还得留在左边，他才能过去。他过去了，我再跟上去，用同理，用同样的方式，男生在翻滚转的时候，这是第一步，然后左脚打开是第二步，不要直接冲到那边重心上面去，你们冲过去，女生是不可能过得来的。所以男生想让女生抛过去，
你们就得留在这个脚重心，留在这只脚的重心，然后用上我们那个什么摆荡，基本功里面摆荡，用这个脚推动，摆荡，摆荡，自己的身体还留在右边，把胯往左边摆荡。你们重心身体留在右边，把胯往左边摆荡的时候，就是把女生送上去的动作了，就是把女生送上去的动作，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而不是男生自己移动重心，我们是移动不过来的。男生 OK， 我们从背面看，第二步错误的示范是男生直接移动，那我们女生始终还是留在这边过不去，男生只有摆荡摆荡，然后自己头还是留在这边，自己的重心感觉还是留在这边，我们的女生才能过来。看明白了吗？看明白的同学给我扣波1，扣1，快扣，看明白了哈。所以男生你们翻滚转的第二步的概念就跟女生右转步第二步的概念一模一样，只是后面的步伐不一样。所以男生你们翻滚转第二步如果移动了，哪怕你步伐再小，你只要身体想着移动了，女生就没办法过来，你们只能想着在右脚重心上面去摆荡，而我的身体先留在右边，把我的胯摆荡，就可以有助于女生摆荡出去。女生摆荡过去了之后，我们再跟上来，看明白了吗？看一下。所以我们要的是男生摆荡下盘让女生过去，女生过去，男生再跟上来，然后男生的右脚第三步，第二步是左脚向旁，对吧？第三步的时候，男生的右脚不要一摆荡完就往前，不要一摆荡完就上重心。我刚刚说了什么？你们摆荡完的时候，让女生先走，你们再跟上来。所以男生右脚是跟女生会有一个时间差，你们是不能够去抢女生位置的。所以再看一下，第一步关注腿，第二步留住身体在右脚重心，然后右脚推动。我们的基本功里面有练摆荡胯，女生上去之后，男生再交叉过来，明白了吗？不是交叉，在小步前进过来，然后走外圈哈，因为我看到有同学那个叫什么来着，男生翻滚转的时候，看男生的这个脚是走外面的，不要往里面走，我看到有同学这样走，一定是小步往外面走的哈，只是多加这么一句。所以男生注意，第二步摆荡胯，把胯通过右脚推动地板，往左边摆荡，完了之后让女生通过去，然后我们再小步前进的这个时候是反身位置，看得到吗？反身位置，我是右脚在前的同时，左边身体在前，是反身位置。很多男生也是出脚出身体，这个时候我们要像跳一个羽毛步一样，男生要像跳一个羽毛步，只是头位不在这边，头位在右边，是反身的位置。然后到这个位置完了之后，最后我看看怎么样让他们容易看过来。到这里反身位置，完了之后看右边，完了之后看着哈，最后一步很多男生又在抢往前走，女生就过不去了，女生在外圈哦，女生要从这里跳到这里结束，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们男生往前走，女生要花更大的一圈绕回来，不可能通过一拍的时间回得来的。所以男生你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现在李老师是从右后方看你们的，然后去做到往左前方来看你们，我们女生就很容易了。所以用一个你们的头位的引带，从右后方，然后感觉
往左边转回来，看到了吗？最后一步是要这么做的，千万做错的，千万不要做成往前移动，女生是200%过不来的哈，能明白吗 ？OK， 我慢动作再来一遍哈，慢慢的给你们做一遍，我们就从这个位置吧，现在好像太那样。男生的这个腿，但是太关了，对，我们要直线后退，贴住的，看到吗？不要外开哈，不要外开，贴住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男生通过右脚推动地板，摆动胯，想着让女生摆荡过去，然后到第三步的时候，男生这个脚不要抢，不要去做错误的快的，而是要做慢的过来，然后到第四步的时候，男生要从右后方360度转回到左前方还原的位置。 OK， 这是男生哈。然后女生首先刚刚第一点我已经讲了，女生从前面一个步伐结束位不可以外，看我俩已经撞膝盖了，不可以外八，看到吗？膝盖是撞在一起的，很多女生前面一个步伐结束叭直接落跟外的，我们是要转脚掌结束位，跟男生是内扣的，一定是直角直着，女生一定是直着，因为你们下一步是直径的，所以女生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明白吗？女生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翻滚转，刚刚我先说男生那个地方一定要运用到我们的这个摆荡练习的时候，女生是不是同样也要运用到？大家看着我们的基本功课包里面有哈，我们是不是同样也要运用到这个摆荡？看到了吗？我现在女生是不是要往右边走？但是很多人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出现的问题是直接往左边压，这是我经常看到很多男生投诉女生特别重，因为女生都在 and 压，又是在做一个你们肉眼看到错误的模仿的动作，一个模仿的结果。而我们的起源是从哪里来？我们的倾斜都是从下盘摆荡而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练习我们那个课包基本功里面的这些动作，一定练习。我们今天练到了，为什么我今天要你们练这个呢？因为我就知道翻滚转有助于你们这个动作，明白了吗？一定是下盘摆荡，所以产生我们的上身的倾斜，翻滚转直接表现出来了，对吗？一定是左脚，男生右脚，女生左脚推动地板，下盘摆荡，所以产生女生左边的身体的倾斜。看明白的这个地方给我扣波1来，所有同学。看明白的同学给我扣波1来。女生的这个摆荡看明白了吗？女生这个摆荡不是直接往左边倒的哈，一定是左脚推动地板，把自己往右前方去送，所以产生了左边的倾斜。OK， 头位我等会儿讲哈，先不急。OK， 听懂了哈，好，然后女生又容易出现下一个问题，在翻滚转的时候，比如这个地方摆荡做得很好了，因为这个翻滚转它是不是要转360度？很多同学就会有这个惯性，生怕转不过去，因为之前确实男生没给予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女生就拼命的想发力，生怕自己转不过去，就会变成 1 2 and 往后翻，就会拼命的用腿发力往后翻。那当男生给到正确的方式了之后，女生就不要往后翻了，左边身体就不要倒，我们左边身体正确的摆荡完了之后，留在左斜前方，只需要把脚向后交叉，我还是留在左斜前方的，看到了吗？然后最后靠男士
往回转动头的时候，我们跟回来就行了，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女生在这一步的时候，我看怎么容易让你们看到哈，从这边摆荡完了之后，到第3步，左脚小步反身位后退的时候，我们也像弧步一样，是做到反身位置，只是脚法不一样哈，脚法是前跟后掌，翻滚转这个地方是2个脚脚掌的位置，我们还是，但是身位跟弧步一样，就是左前右后，是女生是左边身体和右脚在前的身位，翻滚转的第3步。但是很多女生在第3步的时候跳成这样，正面的，直接把男生给拉倒。当然女生也是因为我刚刚说的，男生没有做对的时候，女生怕过不去，所以拼命的发力去转，所以造成翻倒。所以在男生做到了摆荡，让女生过去，留住身体，小步走脚的时候，女生才可能做成第3步是反身位置。所以翻滚转首先男生有没有出错？男生出错，女生没机会。在男生做对了之后，女生去反应第3步反身位置，小步后退。然后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女生不要倒，不要往右边倒，你们只需要在跟随男生他们的头往回转的时候，你们只需要打开你们的右脚就行了，打开你们的右脚，最后做一个右脚的脚掌的撇转，结束位回头，看到了吗？但是很多女生容易出现的问题，打开右脚了之后，她不撇转，直接落跟，最后结束位又是2个方向。所以女生第4步的时候，你们只要男生往回的那个引导做对了哈，女生要做的就是打开脚，右脚撇转，并且撇转下降的这个顺序不要忘了哟，撇转下，我从这个面撇转结束位下降的顺序别忘了，不要一起掉，这样就掉得太快了。就是我们升降的练习，升降基本功升降的练习，下降的时候应该是什么？脚踝、膝盖，身体顺着垂直往下降，对不对？男生也是一样，到这儿完了之后是脚踝、膝盖，身体垂直往下降。所以说2个人有1个人升降方式跳错了，2个人肯定是不和谐的，或者2个人有1个人抢错了，也是不和谐的哈。所以女生大家再看一下女生的，我们从这边吧。女生第1步不要外八哈，关注 OK。 第1步站上去，到第2步的时候，女生的左脚，男生摆荡的时候女生也要推，女生从这个面看，到第2步的时候男生摆荡，你们别在这站着，别脱离，女生也是要推，女生的左脚也要把自己往右边去送，去摆荡，看到吗？是去感觉好像送男生一样，送上去，我们要去跟随男生一起去摆荡上去。然后到第3步，男生留住右边身体，女生留住左边身体，只是出脚，过来一点，只是出脚，然后出了脚之后，最后男生回头，女生打开脚，撇转还原 OK。 然后我最后说一下头位哈，男生，我先说男生头位，从左边开始，起始位是左边，什么时候回到右边？看着你的脚，右脚什么时候开始推动摆荡，就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身体的倾斜的改变，看到了吗？从这里什么时候推动摆荡，什么时候出现倾斜的改变，什么时候产生头位的转换。我们的头位永远都是看着低的一面的，看着低的一面，起始位在左面，到第2步摆荡胯的同时产生倾斜，头就看回到右边，然后第3步继续是不是倾斜还在右边，所以头部改变。第4步不要等着头位转换，而是用头位引带，哪里都不要想着先走，不要先转身体，
想着头位的引带。第4步最后一步，男生是头引带其他地方过来的。听明白这个头位的男生给我扣波1。然后女生的头位起始位是看着右边的，对不对？然后跟男生一模一样，从第1步到第2步的时候，女生是不是要摆荡？什么时候开始摆荡？什么时候开始回头？因为摆荡会产生倾斜，所以什么时候摆荡？什么时候开始回头？然后到第3步的时候，留头在左边。第4步的时候，女生不要回头太快哈，这个时候是男生头第4步要快，女生慢一点，女生稍微留一下，女生慢一点点，女生先打开脚，然后女生打开脚撇转的同时回头到右边。再看一下女生，第1步在右边，1到2的时候开始摆荡，然后回头到左边。第3步继续留在左边。第4步先打开脚，撇转的时候回到右边。所以第4步男生和女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前面是一模一样的。听明白了吗，女生？